欢迎来到新闻频道。当您订阅频道时，演员们会很高兴。迪丽热巴权威美爆红背后，刺痛了多少普通女孩？迪丽热巴离时装周黑长直惊艳全场，头发长度丈量东西方审美的差距。红毯上没有迪丽热巴就没有西方，6500天未参加过红毯，一出现便成为焦点。但是令我无法控制的就是一个新词，美得太权威。这个词语非常棒。什么是权威呢？即真理被少数人所拥有，并且不能质疑，不允许争辩。你说你是美帝，那么就一定要美下去，即使你不美，也要装作很美的样子。过去赞美一个人漂亮的说法，最多也就是绝了或者封神。而现在则直接给定了一个结论，权威认证，美帝标准答案。但是我要说的就是，在这次所谓的权威美狂欢的背后，隐藏着内娱最大的一笔黑账。第一，审美霸权被当作粉丝的奖赏来获得，这就已经是一场大规模的人肉攻击了。到评论区一看，美神降临，女娲炫技之作，红毯上的定海神针等等各种各样的评价应有尽有。粉丝们用放大镜仔细研究她的骨骼结构、头发纹理以及裙子褶皱等细节，并且希望把这些美好的东西永远铭记于心，在每个人的心中都留下一道深深的印记。有一个网友说得很有趣，如果没有她的存在的话，我都会怀疑这2年来内地娱乐圈里有没有红毯这个东西了。听好了，这是什么样的声音呢？这就是一个人的红地毯，所有人考试的地方。迪丽热巴每一次出现都会给其他女星带来一次公开审判。粉丝们在庆祝的同时也拿出了热巴的照片来对比，看这是什么样的人啊，这就是普通人应该有的模样。我认为这不是在赞美热巴，而是在用热巴当作武器来实现自己的我是最棒的心理需求。第二，权威美帝说法正把普通的女孩子推向绝路。那么一个人如果被塑造成了美神、女娲炫技之作或者爱建模脸，她的美丽就被提升到了一种权威的地位了。那么普通人的身份又是什么呢？是残次品，是女娲捏泥巴的时候掉在地上的一粒泥土。有人认为我在无中生有，添油加醋。好的，那么请问一下，在一个社会里把某一种美帝形式当作权威的时候，其他的美帝形式是否都要低着头承认错误呢？去年5月份的时候，迪丽热巴为克兰诗拍摄了一支广告，但是由于她的脸部长出了很多水泡，并且滤镜使用的过于夸张，在网上引起了广泛的质疑，是不是用的是替身呢？就是因为她的状态没有那么权威，所以才怀疑是换了人吗？仔细品味其中的道理，在人们的心目中，迪丽热巴已经成为了一种美帝象征，而不是一个真实的人了。如果该标志有缺陷的话，那么整个宗教体系就会崩溃。这不是在欣赏美景，而是在制造偶像。第3场权威美盛宴的最大损失者就是迪丽热巴自己，把她放在了神坛之上，不能下来。605天没有参加过红毯活动，在这次回归的时候穿着一件玫红色镶有珍珠和水晶装饰的鱼尾型高级定制礼服，整个网络都沸腾了，美神降临。但是你想过没有，她为什么已经有650天没有参加过红毯了呢？减号，是因为不愿意吗？那么就是害怕了吧？如果离开了的话，就必须要达到权威、封神的级别了，要让整个网络都匍匐在地呼喊出女帝。一个错误就足以使一个人从神坛上摔下来，一次状态不佳就会出现颜值崩塌的情况。这不是溺爱，而是摧残。美帝博主们也对迪丽热巴的立体革面轮廓进行了分析，并且认为这是由于她的先天骨骼条件好而形成的。化妆师还表示，在剧组里素颜的时候基本不用做任何妆容了。那么怎么样呢？
即使是最完美的骨骼，在显微镜之下也会受到一天到晚的审视而无法幸免。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开头提出的问题：美太过分了，是在赞美谁呢？表面是在赞美迪丽热巴，其实是为了让他的粉丝得到心理上的安慰，引起普通人对美貌的关注，并且限制了热巴本人的自由。这是一个三方都失败的游戏，唯一的胜利就是流量了。就是用美神降临4个字就可以收获100万点击量的自媒体，就是依靠着红毯定海神针这样的标题就能够引起热搜爆炸的营销号们，他们把迪丽热巴的美丽当作商品来经营，把普通人的心事当成动力去燃烧，并且告诉人们这就是所谓的权威。算盘上的珠子都要掉下来了。那么我想请问一下迪丽热巴自己，她想要成为那个权威的人吗？也可以换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来问一下：假如哪一天她不愿意做那个权威的话，你们会同意吗？评论区聊聊。